我和姐姐同一天出嫁，但揭我盖头的却是我的姐夫。我才知道，姐姐和我的心上人暗度陈仓，调换了花轿。姐夫木虾体弱，性子绵软，他轻轻柔柔地告诉我：“你别怕，活不了多久，你再忍忍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说活不了多久的是姐姐和我那心上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姐姐是双生姐妹，容貌八分像。她性子如火，张扬明媚，我则温吞木讷，寡言少语。去年圣上下了赐婚圣旨，定了2桩婚事。姐姐嫁给宁王，我则许给了朝廷新贵闵时矣。姐姐自小要强，无论什么事都要掐尖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成亲这件事上，她也敢任性妄为。此刻，暖春的季节已微有燥热，而我却如坠冰窖。宁王就坐在对面，如果被他知道我不是姐姐，那明日就很可能是江家的死期。欺君是大罪，全族流放还是满门抄斩，都是我担不起的。姐姐能自私自利，可我做不到。待所有人退了，我迟疑着起身过去给宁王行礼，给王爷请安。宁王虽看不到，但他应该能分别得出我和姐姐声音的不同，所以他顿了读：“你的声音。”定亲后，宁王曾去过我家2回，他记得姐姐的声音。染了风寒，声音可能有些改变。我编了理由，不敢多言。宁王似乎没有多疑，只微微点头：“那早些歇息吧。”我心如擂鼓，脑中极快地转着，想着要怎么样才能糊弄了这个新婚夜。我已遣人回家告诉父亲，没有等到家里人的回复，我是万万不敢让宁王察觉新娘已换了人的。宁王起身，我过去扶着他，他个子很高，相貌也是1等1的好，但可惜去年他突然生了重病，其后便失明了。其实若非他失明，如他这般风光霁月的男子，怎么也轮不到我江家的女儿。当然，如果他不失明后又失宠，姐姐也不会宁愿冒险也要换亲。我自己可以。宁王与我笑了笑：“你晚膳没有用，我让人给你煮了面条，你且吃些。”我垂着头应是。他洗漱很快，也并没有我担心的踢到木桶、椅子之类的事发生。少顷，他穿着月白的中衣出来，散着头发，立在跳动的烛光光晕中，如芝兰玉树，端地是清风朗月，金贵高华。我不太懂姐姐为什么要换亲，宁王虽眼盲了，可他到底是王爷啊。闵时已在前程似锦，也不值得他赌上全家人的性命换他。面条味道如何？宁王坐在床边，用耳朵找我的方向。很好的。我垂着头回道。宁王微微颔首：“你今天怎么这般安静？”我心头跳了起来，随口扯着谎，大约是环境陌生，我紧张了。他微微偏着头，若有所思。宁王问我：“今日家中婚事可都还顺利？”顺利的。我放了筷子：“王爷，我去洗漱。”我逃也似的进了静室，心跳的却更厉害。我总觉得以宁王的聪明，他随时都可能会发现我不是姐姐。如果他发现了，我又要如何应呢？磨蹭了很久，我出了静室，宁王靠在床头，听见我的声音，他朝我看来。我脚下一乱，踢倒了脚蹬。宁王凝眉问道：“踢到脚了？”我捂着脚，忍着眼泪，刚要回他，却在下一刻被他抱了起来。我惊呼一声：“王爷！”他放我在床沿坐下来，
捧着我的2只脚，哪只脚破了吗？我想收回脚，他道：需要请大夫吗？宁王问我可要请大夫。我扶着心灵，立刻接着他的话，要。他轻笑了一下，好，那给你请大夫来。我将脚收回来，宁王也起身坐在床沿，沉默了一刻，他忽然问我，你怕我？我觉得他语气好似在试探。我摆着手，又想他看不到，便道，王爷您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我怎么会怕呢？他挑了挑眉，表情有些意味深长。比如，他道。我没想到他会追着问，不禁一愣。那次在战河园吃饭，火急莽撞，将汤汁泼在您衣服上，您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反过来宽慰他。他偏了偏头，若有所思，那天你也在？不在。我忙否认，我听别人说的。其实那天我在，不但在，而且还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，只是不能说。外面回禀大夫来了，宁王帮我盖了被子，才请大夫进来。大夫说不严重，养一养就好了。确实不严重，只是当时疼了一下，但我还是迟疑着，想要编些病痛，好拖过今晚。没想到，莫等我开口，宁王已道：王院正，给他上些药包扎一下吧，天气热，有伤口就容易入外邪。我惊讶地看着宁王，他竟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。王院正心思也玲珑剔透，他不只是包了脚趾，竟将我整个左脚都裹成了粽子。伤筋动骨100天，娘娘这些日子注意休息，莫要用力，以免伤了筋骨。王院正一脸端肃地叮嘱我。宁王也从善如流地接话，辛苦了，改日再请你喝茶。不敢。王院正匆匆去了。我看着被裹成一团的脚，哭笑不得。受伤了，就早些歇着。宁王帮我紧了紧被子，我睡软榻去，免得碰着你的脚，伤了筋骨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心情复杂。这一夜，我几乎没睡，惶惶然熬到天亮，琢磨了几种不去宫中的托辞，莫成想他却率先开口道：你受伤了，行动不便，一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不用去了。所以昨晚从我碰着脚开始，他就想好了后面的事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对宁王生出十分的好奇心来。有了受伤的由头，父母亲和兄长都来了，宁王客气了一番，便说有事走了。姜言实在太荒唐了，父亲说着就恼了，怨起母亲来，都是你惯的，骄纵妄为，行事不顾后果。母亲也委屈，捏着帕子哭着。互相怨怼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提醒他们，姐姐那边怎么样？母亲低声道，木已成舟。我揉着额头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二妹，兄长畏难，哥哥知道你喜欢敏时矣，可现在这情况，如果将你们硬换回来，将来一旦东窗事发。我懂，姐姐和敏时已行了周公之礼，再让她回来当宁王妃，也欺人太甚。换位思考，我是宁王也不会放过江府的，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母亲抱着我低声哭了起来，这就是命。父亲却怒道，这什么混账话？宁王虽失宠，可他到底是王爷，再差能差到哪里去？我帮母亲擦眼泪，她哭的其实是我的情谊。她觉得我被亲姐姐和心上人一起背叛，是命苦，她让我认。我确实生气，所以明日回门，我定要亲口问他们。送走家里人，宁王直到入夜才回来，我正打盹，一时莫察觉，他停在床边喊我，夫人。我坐起来，王爷回来了，用膳了吗？他松口气，笑起来，莫呢，夫人陪我用些。他心情似乎很好。饭菜上来，他问我可合口味。我和姐姐的口味相似，都比较清淡。
但姐姐酷爱羊肉，我却挑嘴不爱吃肉，只爱吃鱼虾。今儿桌上有羊肉也有鱼，我挑着羊肉吃，笑着道：很好吃。这是我第2次吃羊肉，第1次大概4、5岁，吃进去便吐了，后来再不肯碰。我怕今儿再吐，忙吃了些别的压着。好在这次没有吐。我正犹豫要不要学姐姐那样大快朵颐时，外面传来噔噔的脚步声，随即一个小小的脑袋从门口探进来，黑亮亮的眼睛咕噜噜转着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你是七殿下？我笑着问他。七皇子是宁王的胞弟，今年4岁，和宁王相差14岁。他们的母亲是梁妃。梁妃从东宫时就跟着圣上，如今虽不当宠，但因2个儿子傍身，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。你就是我二嫂。七皇子跑进来，奶声奶气地道：二嫂，你好漂亮啊。我正要说话，宁王咳嗽了一声。七皇子忙端正了神色，退开2步冲着我行礼，则眼请嫂嫂安。我回了半礼。七皇子顺理成章留下来一起吃饭，他话很多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很活泼可爱。二嫂，什么是成亲？七皇子笑得古灵精怪。我一愣，他以装腔作势地拿了表情，成亲就是成天亲亲。七皇子撅着小嘴，你们亲亲了吗？我的脸蓦地一热，余光看了一眼宁王，他也怔了怔，耳尖微红，气氛微有尴尬。怎么和嫂嫂说话的，目无尊长。宁王敲了敲桌子，七皇子垮了小脸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我忙打圆场，没事，他不知哪里听来的笑话罢了。你不能惯着他，免得他知道你好，天天来缠着你。宁王道。我望着七皇子眼巴巴的表情，笑着道：自家弟弟，缠着便缠着吧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。七皇子扑在我怀里。一家人？我一愣，红着脸看向宁王，他正垂眸喝茶，眉眼间皆是笑意。七皇子不肯走，一定要我陪他下棋。宁王恼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七皇子一边出去，一边嚷嚷着：二嫂二嫂，你们记得亲亲啊。宁王捂住了七皇子的嘴。我失笑。宁王回来，在桌边停了停，声音微有些不自然，他素来口无遮拦，你别介意。不会，童言无忌。我低声道。宁王偏了偏头，望着我的方向，那我们早些歇息吧。我们歇息，一起吗？我紧张地站起来，气息有些乱。那我喊人来铺床。宁王笑而不语。我一瞬明白，这是误解了他的话，顿时羞赧的手足无措。这一夜，宁王依旧睡得软榻。第2天一早，我拆了脚上的布，下人看到我脚好了，都说神奇。其实我还想再装2天，可实在太热了，便决心不装了。上午，宁王陪我3朝回门。我父亲官拜3品任职吏部，是人们口中的寒门贵子，为人也端方清廉。江府不大，家里只有6个使唤的下人，也都是贴心的，所以倒不怕他们出去胡说。我进门时见到了姐姐和闵时宜。姐姐对这件事不以为然，闵时宜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与其4个人痛苦，不如成全我们。反正木已成舟，你们要让我换回去也行，但后果我不承担。父亲气得打了他。姐姐脾气素来暴躁，她抄起茶中花瓶乱砸了一通，凭什么好事都是江离的？他是王爷又怎么样？也掩盖不了他现在是个瞎子。少和我提欺君之罪，我不怕死，谁怕谁就兜着。他说完又瞪着我，闵时宜喜欢的人是我，是我。你就算嫁给他，他也不属于你。住口！我扇了他一耳光，压着声音怒道：在你眼里
就只有男欢女爱，家里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。我抓住他胳膊往外拖，你既然不怕死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王爷，将话说清楚，是杀是剐都凭他做主。我不去，你放手。姐姐怎么可能不怕死？她可是连梦到自己死了都怕到要哭一场的人。正闹着，忽然院门口，兄长陪着宁王进来了。宁王停在院中，问道：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捂住了姐姐的嘴。姜言，你再嚷一句，让王爷发现端倪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姐姐被我的表情吓住，我将姐姐推开，抚了抚裙子，去院中迎宁王。我没事，妹妹和妹夫拌嘴呢。没事就好。宁王松了眉头。我扶着他进正厅，一抬头正对上闵时乙的目光，他盯着我正扶着宁王的手，眉眼间竟有些失落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失信的人。大家各自坐下，除了姐姐，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在聊天，所以气氛还不错。闵大人还在翰林院，宁王随口问道：是杨阁老的意思，让我先积攒2年经验，再外放出去历练。闵时乙的语气有些骄傲，历练2任，便就能回京了。我垂眸喝茶，闵时乙确实可以骄傲，他是状元及第，当朝新贵，又拜在首辅杨阁老门下，只要他不犯错，10年后的朝堂必有他一席之地。甚至朝中还有传闻，杨阁老打算培养他做接班人，这也是姐姐看中他的原因。比起闲散王妃，权臣的妻子更有地位。但我现在觉得，以闵时乙的脑子，他做不了权臣，也不会有多高的成就。不错。宁王颔首道。王爷呢？近期可有什么打算？闵时乙问道。圣上要修葺祭台，历朝历代都是皇子监工，不知王爷可上书请愿了？气氛立刻冷下来。姐姐冲着我得意地挑了挑眉。我是瞎子啊？宁王漫不经心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好好休息才是主要的。闵时乙扫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接话：也是，王爷该多休息。我打断闵时乙的话，问宁王：王爷，汤咸吗？宁王挑眉，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，含笑道：我不咸。那就是妹夫咸吧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闵时乙。我说咸，当然是清闲的咸。咸得管别人的事。闵时乙的脸腾一下红了。宁王勾了勾嘴角，眉眼间竟有些隐隐的得意。他偏着头和我低声道：夫人，我想吃鱼。好。我专心给宁王挑着鱼刺，他托着腮望向我这边，虽看不见，但他表情倒是很惬意。姐姐不敢说话，闵时乙闷头喝酒。这鱼不错。宁王道。我忽然觉得宁王似乎并非像他表现的这么端肃。用过膳，我回房去取东西。等从小院出来，便看到闵时乙立在那棵正葱郁的桃树下，看见我，他面色怅然。阿里，对不起。我不想和他多言，绕开走。我是喜欢你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错已形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他追着我解释，你要我怎么补偿你都行。我停下来看着他，我要你立刻以死谢罪。他怔住。那你就好好闭上嘴，将这顶欺君的帽子藏好了。我不再看他，穿过小径去了前院。对于闵时乙，订婚后我曾心动过，他有才华有容貌，又说心悦我，那些长夜难眠时，我也曾悄悄幻想过我和他的未来。可那薄薄的情愫，在前夜盖头揭开的一瞬，便化成了乌有。有的人不值得。夫人，宁王站在门口正等我，我快走了几步，他冲着我伸出手，要我牵着他。你家的路我不熟，有劳夫人了。我牵了宁王的手，一起往外走。走得很慢，宁王心情似乎很不错。回城时，
不知为石磨，单人的轿子变成了马车。宁王和我解释，轿夫家里有事，我让他们回去了。宁王府没有轿夫，江府有儿，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，我笑着应是。脚凳在哪里？宁王站在车边，车夫和随车的丽人像木头似的，竟一动不动。我只能上前，扶着宁王上车。宁王心情很好，路上还买了糕点，我见他心情好，于是试探地问道：王爷，您被人骗过吗？如果有人骗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分人分事。他道：如果是不熟的人，骗的又是了不得的大事呢。宁王云淡风轻，那定要让对方付出代价。哦，我吓得捏碎了糕点。我想到临走时母亲和我说的话，趁着王爷没有发现前生个孩子，到时候他为了孩子的颜面也会守住这个秘密。看来只能按母亲说的办，为了全家人的性命，生孩子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。在想什么？宁王突然问我。糕点很好吃。我脸微热，很怕心思被他察觉，忙换了话题。七殿下，今儿还来吗？宁王皱了皱眉，夫人喜欢七弟，他古灵精怪，很可爱。哦，会来吧？他道。下午七皇子踩着饭点来的，一直黏着我说话，下棋，晚上还闹着要在院子里散步。王爷行动不便，散步就算了吧。我不想太累，还是要留存着体力到夜里。夫人，我行动没有不便。宁王起身，从善如流，走吧，散步。我惊讶地看了一眼宁王。我和嫂嫂牵着二哥啊。七皇子道，这样就不怕他摔了。三个人散步，左一圈右一圈，半个时辰后，七皇子开始喊脚疼，二哥，我走不动了。宁王喊丽人来，送他回去。七皇子瘪着嘴不情不愿地被抱走了。夫人，我不累。宁王道，继续。好。我没想到宁王对散步的兴致如此高，我只得继续牵着他，在花园里走着。但我很想早些回去歇着。今晚要圆房，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如果太累了，肯定会有影响的。夫人在想什么？宁王忽然问我。怕王爷累了。我含笑道，要不我们回去歇息吧。宁王偏了偏头，视线仿佛真的落在了我的脸上，还带着一丝探究。我又心虚起来，忙换了话题。走到最后，累的人不是宁王，而是我。洗漱过后，我强撑着精神，王爷，歇息吧。我将他的枕头放在床上了，但可惜他看不到，所以只能用言辞暗示他。好。宁王倒茶喝，我忙躺在了床里面，但也就眨眼的功夫，我竟睡着了。早晨醒来，宁王不在。翠娟，翠娟！我忙下床，掀开被褥，看着干干净净的床，懊恼，好像没圆房。那怎么办？翠娟和我一样大，不懂这些事。早知道问问母亲了，圆房要做些什么。奴婢悄悄去府外找婆子打听，我觉得可以，不懂就问，总不是坏事。中午翠娟回来的时候，提着一兜子泥鳅，一脸神秘地告诉我，那个老妈妈说，男子吃这个好，今儿新买的，王爷多吃些。晚饭时，我给宁王夹了几块泥鳅，他吃了一筷子，挑了挑眉。怎么想起来买此物？宁王这话问的是王嬷嬷，是翠娟姑娘拎回来的，夫人吩咐厨房烧了给王爷吃。王嬷嬷道，王爷素来莫吃过这种污秽物，不如奴婢端下去吧。王嬷嬷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她明显知道泥鳅的功效。不知道宁王知不知道功效，我忽然有些懊悔今天让厨房做这一碗泥鳅，表现得太心急了。
我低头喝汤，脸红得不敢抬。无妨，味道很好。宁王又望向我这边，多谢夫人了。我扯了扯嘴角。用过午膳，我本打算去休息，宁王却是在树下泡了壶茶，许久没有练剑，夫人可想看？我一怔，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了练剑了？不是说身体不好吗？宁王取了剑舞起来，他的动作很漂亮，行云流水一般。我想起先前他为师名时，也是文武兼备，才华出众。父亲有一次喝了些酒回家，与我们说，宁王就是因为太过于出色，风头越过了太子，才被人下了毒药。我轻叹了一口气，生在皇家，虽锦衣玉食，可烦的是担的责，成的风险，也比我们寻常人多。宁王歇下来，我端着茶盅去，我让人给王爷烧些热水，洗一洗吧。有劳了。宁爷颔首，和我一起坐在树下。他忽然问我，过几日是你生辰了吧？想怎么过？我都忘了，莫想到他记得。吃碗长寿面就好了，小生辰，不打紧。宁王莫再说什么。回了房里，他去沐浴，我发现他换洗的衣服还在外面。我开门喊丽人，平日都守在外面的他，今儿竟不在。我送进去，我在净室外踌躇，都没圆房，他会不会觉得我轻浮？净室里莫动静，我一咬牙还是敲了门。王爷，我将您换洗的衣服送进来。他没有立刻回我，这一瞬我已经懊悔自己太冲动，但不等我反应，他已经低声道：有劳夫人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推开门，宁王正背对着我，坐在浴桶里，高出浴桶的肩宽而挺，皮肤似乎也很好。我胡乱看了一眼，忙收回视线。夫人，宁王声音轻轻柔柔的，衣服放在我手边就好。是。我垂着头过去，心跳得厉害，正要退出去，宁王忽然道：夫人慢些。不知是不是我错觉，他的声音似乎还透着笑意。我更窘迫了，连应他都不敢。他出来，手里拿着帕子，到处找我。夫人，我在。我正打算找借口离开，可他喊了，我只得应。他道：劳驾夫人帮我喊王嬷嬷进来。我顺口问道：王爷是要做什么？他晃了晃手里的帕子，又指了指头发。我心头一热，我帮你擦。他笑了起来，笑容轻快而明亮。好啊，有劳夫人了。宁王的头发很好，顺着梳下来如缎子一般。我有意和他说话，想着彼此更熟悉一些。王爷平时起居都是王嬷嬷伺候吗？王嬷嬷和丽人伺候。宁王有些烦愁。王嬷嬷年纪大了，前些日子说要去乡下荣养，丽人也要成家。我打算再挑2个人近身伺候。夫人也帮我留意着。宁王道：王嬷嬷才40，就要荣养了。到底是王府，待遇宽厚多了。哦，我琢磨了一下，那让王嬷嬷去荣养，房里近身伺候的事，我也可以做些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和她迅速热络起来了，那圆房就顺理成章了。宁王顿了读，偏过头来，照顾我会很辛苦。我们是夫妻，就算辛苦也是应该的。我低声道：何况王爷都能自理，我瞧着也不辛苦。宁王一时没有说话，过了许久，我以为他不再开口时，他忽然道：好，那就暂时不找人，辛苦夫人了。王嬷嬷好像迫不及待想离开王府。中午我和王爷才聊起，傍晚他就收拾了包袱来和我磕头告辞。我纳闷他怎么这个时间走，一夜都不愿意多待吗？可我和他不熟，多余的话我不便问。辛苦嬷嬷照顾王爷这么多年，我让翠娟赏了他1袋钱，王府还是你的家，你随时回来。王嬷嬷哽咽着，王爷从出生就是奴婢照顾着，
他的喜好，奴婢写了一个下午，都记在册子上了。他将册子递给翠娟，往后就辛苦王妃娘娘了。难怪这个时间走，原来下午都在记录宁王的喜好。王嬷嬷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我正吩咐晚饭，丽人也来寻我，小人要回家成亲，前后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我十分吃惊，才定的日子吗？之前完全没提过。也不是，是去年定的。他道。我没有多问，也赏了他一袋钱，叮嘱他早些回来，王爷身边少不了你。丽人有些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点头应是。他行礼告辞，边走边嘀咕着，这么急，我去哪里找人成亲？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没时磨，小人告辞了。丽人小跑着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宁王近身的事无巨细全落在我身上，就连书房里带笔写信的事也是我有些迟疑，这类事我可以吗？宁王含笑道，我记得夫人姐妹都有京中才女之称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他对面帮他读信回信。蔡大人的信，宁王顿了读，你回他，他若想回京，不如等梅雨季后再回，以免梅雨时有洪水，他又在任，恐带了职责。夫人可喜欢吃鲜花饼？我摇了摇头。那让他寄些鲜花饼，再来些新出的料子和女子钗环。刘兄原来到塞外了，宁王感叹一声，你回他，我一切都好，盼他平安。我应是。夫人可喜欢吃牛乳糖？他问我。没吃过。那让他烧些牛乳糖回来。我手中的笔微微顿了读。王爷不必如此。我小声道，京中什么都能买得到。他的好是给姐姐的，若将来让他知道，他一腔情意错付，他定然伤心又生气。他忽然走过来，弯腰在我眼前，面上笑容亲和，方才夫人还说我们是夫妻，不必客气的。我失笑，是，我多想了。他抬头，夫人可想出去走走？近日牡丹园的花开了，我陪你去赏花。往年我和姐姐都会去看，可今年却不想去，我怕遇到熟人，认出我们。但我不想错过和他相处的机会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多相处就会多些回忆，羁绊也会多。牡丹园不近，我们乘同一辆马车。到牡丹园时，来赏花的人还不多，我戴着帷帽，牵着宁王的手，游在花丛中，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。这是鹿酒，我和宁王介绍花，这是雄红。宁王虽看不到，但听得极认真。我们家养的那盆是什么？家里的是蜀菇。我笑着道，还是夫人细心。宁王道，明儿家里再添置些别的，夫人闲暇在家能赏花。说到牡丹，我也来了兴致，真的吗？那我还能再养些茶花吗？宁王仿佛也被我的兴致感染，夫人，王府是你的家，你就算是养牛，也没人敢说你。我扑哧笑了起来，那我真的养牛了。那我就给你建个牛棚。我笑了半天，他也望着我笑，顿了顿道，我想了想，牛棚我可能还是要反对，太臭了。不如给你建个花房可好？花房好，我一直想要。他抿唇笑着。我在娘家时就想要个花房，但家里小，一家人住着都挤，哪里还有空处给我试花弄草。宁王偏着头也望着我笑，像是也被我开心感染了。夫人还喜欢什么花，一并都帮你找回来。我真的给他罗列了好些，又觉得自己忘形了，如果能弄到六角红就好了。巧了，我朋友有。真的？当然。我高兴地抱住了他，谢谢王爷。他身体僵住，虽没有回报我，但心情很好，一直在笑。我心情更好，又忽然想到闵时宜，如果我嫁给他，
他肯定不会给我建花房，因为他家的园子也很小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清醒过来，头顶上欺君的刀还没摘了，竟玄庆幸嫁进了王府，得了梦寐以求的花房。夫人不高兴了，宁王问我。我一怔，惊叹他的敏锐，看不到也能感受别人情绪的变化。我正要解释，忽然听到有人喊我：姜妍，姜妍，今天好巧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了。是姐姐的好友赵从玉，他父亲在督察院任御史。赵从玉以前常来我家找姐姐，但对我素来不热络。手心传来回握的力道，我才发现我刚才下意识握紧了宁王的手，心头一跳，忙又松了松手，回过头学着姐姐的语调和赵从玉打招呼：给王爷、王妃娘娘请安。赵从玉的性子和姐姐很像，直来直去，风风火火。他行过礼，便找我说话，还是第一次见你戴帽子。我笑着道：太阳大，遮一遮。哦，赵从玉看了一眼宁王，认为对方看不见，就凑在我耳边：宁王爷对你好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嘿嘿。赵从玉压着声音：我昨天看闵时已和你妹妹吵嘴来着，还担心你。幸好你没有嫁给闵时已。我和你说，他在外面有个相好的，这下你妹妹要发愁了。我错愕不已，闵时已在外面有人吗？他自诩清高，怎么会做这种龌龊事？以前你总说你妹妹运气好，依我看，她的运气可不如你，嘻嘻。我勉强笑着回他：闵时已的事我还不知道，待我回家问问父母。才成亲就出了这种事，也太过分了。你问问吧。赵从玉说完，回了同伴喊他的声音。他和我们告辞，走了几步又想到什么，凑上前来：改天去王府找你玩。说着，深看了一眼宁王，提着裙子跑远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开始发愁。往后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，时间长了，纸包不住火。怎么了？宁王握了握我的手：你妹妹出事了，可要去看看她。不等我去找姐姐，在牡丹园门口就碰到了姐姐。行过礼，姐姐将我扯去边上：你和王爷怎么在这里？我们一早就来了。我皱眉：莫不是赵从玉约你来的？姐姐点头：你疯了吗？我想将他脑子撬开看看，里面都装了什么。江离和赵从玉不熟，他约你，你就来。姐姐不服气：我自己也想来赏花。再说往年我都来，今年来就不行。我气得发抖，捏着他的手腕多走了几步。我问你，你谋算换亲的事有没有和赵从玉说过？我怀疑赵从玉是故意的，他刚碰到我就让人去约姐姐。可他和本该嫁给闵时已的江离一点不熟，莫道里约他。怎么可能？姐姐目光闪烁：我连爹娘和哥哥都瞒着，怎么可能告诉别人？16年的姐妹，她眼睛动一动，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姜妍，我咬着后槽牙，要不是人多，我现在就扇死你。江离，你当了王妃就硬气了吗？你扇我一个试试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告诉宁王？姜妍挺着腰，梗着脖子。他就是这性子，只要脾气上来，什么都不管不顾。我气得头晕目眩。你到底长莫长脑子？这是欺君，欺君啊！我忍不住哽咽。你想想爹娘，想想兄长，想想小弟，我求求你清醒点，行不行？姜妍看向别处，莫说话。我知道他听进去了，便又软了语气：快回家去，在我哄好王爷前，你不要再出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姜妍瞪了我一眼，烦死了。他气呼呼地出了园门。他走了，可我提着的心一点莫松，忙回头四顾，果然在府廊下看到一闪而过茜红裙摆，心也跟着冷了下去。
赵从玉知道换亲成功了，知道我是江离。我喊了翠娟来，将这件事交代给她，先去找我哥，让他想办法管好姐姐，实在不行，将她捆在家里。奴婢知道了。连翠娟都知道，着急害怕，可江岩却像块榆木，真不知道这些年他读的书识的礼都存谁脑子里去了。夫人，宁王喊我，我忙快步过去，牵着他的手。妹妹问我些事，我和他多说了几句。让王爷久等了。宁王摇了摇头，无妨。上了马车，宁王也没有松开我的手。我望着薄薄的帘子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发呆。姐姐的性子关不住的，可我看向宁王，心头叹气。就算有孕，也要2个月后才知道。如果这2个月就被赵从玉揭发了怎么办？到时候王爷会原谅我们家吗？夫人，宁王低声道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，可要我帮忙？一点小事而已。我轻描淡写地道，有事就和我说，我们是夫妻，无论大小事都应该一起商量，一起面对。宁王柔声道。我心头一软，差一点和盘道出换亲的事，可话到嘴边还是忍了回去。再等等。宁王办事的效率很高。我选好了见花房的位置，工匠就陆续进门了。我和宁王一起忙了起来，每天都在讨论细节。我发现我们的喜好很像，不管提出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，都能得到对方的认同。这里挂一幅画，行不行？我问他。行啊，宁王笑着道，门口再垂个薄纱白帘。我点着头，风拂帘动，花香清幽，我们在泡壶茶，坐在这里。妙！我们都笑了起来。隔了2日，兄长中午来找我。兄长说姐姐很乖巧，一直在家里莫出门。兄长还说闵时以外面的女子已经打发了，是他几年前的风流事，彼此有几分情谊，莫酿成不可弥补的错，你就放心吧。他的意思，闵时已没有和那女子有夫妻之实，所以断了就断了。你和王爷如何？兄长问我。他不好意思问我可圆房了，但眼底的担忧藏不住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我低声道，但就是不圆房。他看不见，我少穿些也由不了他。言语上我也暗示了一次，可他不知是没有听到，还是不愿意，总之没有回应。我总不能生扑他，而且我也不会。哥哥，我低声道，你悄悄帮我请个花娘，教我。兄长敲我的头，不行，你是我们江家的千金，怎么能沾那些人？便是死，我们也要堂堂正正。兄长怅然而去，我重重叹了口气。夫人，宁王在园子里喊我，我忙过去。宁王问道，小江大人走了？我应是。他问我，是为了闵家的事？不是，他就是来看看我。我打岔，王爷，我们去看看木料吧。他脸上有失望之色，但也没有追问。花房开工的第7天，宫里来了人，梁妃请我和王爷进宫。我第一次见梁妃，但姐姐见过一回。那次姐姐回来便不高兴，说梁妃为人刻薄，因不喜人撒香粉，就当着许多人的面训斥了姐姐。对于梁妃为人，我也有所耳闻，确实脾气很差，而且他们母子感情也不好。听说宁王失明2年，每年就过节时进宫问安，平时既不参与朝堂的事，也不进宫。进了长春宫，我见到了梁妃。她很美，但眉眼间的确实透着不好相与的锋利。坐吧。脚伤好了？她问我。我应是。梁妃招手让我坐去她身边，待我坐下，她细细看我一番，本宫怎么觉得你今儿和上次有些不同？我心头一跳，好像是胖了些。
我今儿特意学着姐姐平时的样子画了眉眼，梁妃只见过她一次，就能分辨得出吗？和胖瘦无关，是眉眼乖顺了。梁妃道：这样好，看着顺眼多了。我应是。你们吵架了吗？梁妃话锋一转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宁王。宁王先接了话：我们很好，不劳母妃操心。那怎么还不圆房？梁妃忽然提了声调：是你不行，还是他不愿？宁王沉了脸：您管得太多了。他说着起身：夫人，我们走。宋景义，本宫话还没说完。宁王不理他，朝我伸出手来。我没想到他们母子会吵架，忙起身要跟着宁王。梁妃怒道：让他走，将言留下来。本宫话还没说完。我左右为难。是我不行。宁王绷着脸：您还想知道什么？梁妃腾一下站起来。长春宫里的嬷嬷迅速将殿门关上，连窗户都掩实。眼睛不行，身体也不行。梁妃停在宁王面前：太子4个儿子了，你就不能争点气？宁王冷笑一声：你的眼睛怎么瞎的？你不追查不报仇就算了，可你现在成亲了，连圆房生儿子都不敢。宋景义，您太了，你就是孬种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梁妃，从未想过她会这样想宁王不圆房的缘由。随您怎么想吧。宁王冷声道。他声音不仅是冷，还有让人心疼的失望。我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，想要给他一些安慰。他怔了怔，回握了我的手。给你们3个月时间。梁妃说这话是对我的，你要怀不上，本宫就给他纳妾，1个不行就10个，10个不行就100个。我张了张嘴，莫说话。我再说一遍。宁王一字一句地道：我的事我自有主张。他拉开门，带着我出了长春宫。照着了太阳，我周身才暖起来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宁王和梁妃吵架的事，下午太子就送了请柬来。他第4个儿子的满月礼，我准备了礼物，问王爷我能不能不去。我也不去。宁王漫不经心地道：礼送去就好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又让翠娟去给姐姐捎信，不许她随敏时以赴太子府的宴席。下午太子府管事亲自来请，宁王也拒绝了，管事沉着脸走了。第2天我收到了消息，姐姐跟着敏时已去了。她疯了。我抓着翠娟的手：你现在去找她，让她回娘家去。我回娘家等了半天，姐姐也没有回来。我气得砸了她最喜欢的花瓶，母亲哭着抱着我：娘下午去找她，娘替你打她。娘，我道，她到底什么脑子？她是不是想我死？什么我想你死？姐姐冲进来：太子下了请柬，邀请我们夫妻去，我能不去吗？我扇了她一个耳光。姐姐也恼了：你又打我，你当我不敢还手是不是？母亲和翠娟合力将我们分开。我挽起衣袖，露出手臂上的疤：你是我姐姐吗？你胡闹换亲，闯下大祸，我都在努力帮你善后，你就不能想一次我？这个疤你忘了吗？姐姐正在原地，脸上的怒意暂太散了。我忘了这事了。她想上来扶我，小声嘀咕着：我真的忘了，你应该先提醒我的。我气得跌坐在椅子上。这个疤是太子用剑画的。成亲那夜，宁王问我怎么知道他脾气好，我说那次在占河园吃饭，伙计粗莽将汤泼在他身上，他也没有生气。那天我和姐姐也在。那天太子喝醉了，路过我们雅间时，看见了我便现色起意，上来拉扯我，我用茶盅砸了他，他拔剑要杀了我。恰巧宁王路过我们门口，他看不到，但听到了太子的声音，喊了一声：皇兄也在这里。太子怕宁王知道他在胡闹，收敛了怒意：你怎么在这里？
火急粗莽泼湿了我的衣裳。宁王有些狼狈地扯了扯湿漉漉的长袍，皇兄和谁在一起，听着很热闹。太子打量宁王身上的衣裳，眼里的戒备散了，他随手丢了剑，无事人一样和宁王走了。我被解了围，从后门回了家。太子那天醉了，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姑娘，又或许是知道我身份，但不想事情闹大坏了自己名声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我心里恼恨，姐姐和家里都知道的，你又怎么肯定太子看到你的脸不会想起那天的事？我问姐姐。我说我错了。姐姐也哭了起来，而且昨天我没见到太子，女眷和男子那边是分开的。姐姐想到那天的事也害怕。姜言，我希望你长点脑子，现在我们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你不为家里人，也为自己想想。姐姐咕哝了一句，其实我也后悔了。我和母亲都看着他，他垂着头哽咽着，敏时已不是良配，在外面有女人，为人也不如他表现的那样端方。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我肯定不会换亲。他嘀嘀咕咕的，我想和离，可又觉得没面子，而且我不想让他好过，就算和离我也要整死他。我和母亲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你应该感谢我换亲。他瞪我一眼，要是你嫁过去，肯定会忍气吞声，天天被他欺负。所以你也别恨我，我们扯平了。母亲遣了家里的管事，跟着姐姐回婆家去了。管事日日给我回禀姐姐的事。他关了3日莫出门，但也就3天，他就应了赵从玉的拜帖，请赵从玉去家里玩。我让管事警告了姐姐，姐姐不以为然。又隔了1日，管事来回我，姐姐和闵十姨吵架，挠花了闵十姨的脸。姑爷养在外面的狐狸精有孕了。管事叹气，大姑奶奶不同意姑爷纳妾，2个人先争着，后来就动手了。我越听越头疼。你莫提醒他，让兄长出面。才成亲，闵十姨就纳妾，这事莫将姜家甚至宁王府放在眼里，所以兄长出面是可以的。大爷主动找的姑爷，姑爷本来答应了，可大姑奶奶也不知道想什么，竟让人给那狐狸精下药。姑爷知道了，说大姑奶奶歹毒，气说一定要将狐狸精抬回房里。我听着一愣，姐姐上门去打人是她的风格，但下毒这种事她想不到。我皱眉，她哪里弄到的那种毒？这种毒只有花街柳巷才有，正经人家弄不到。管事摇了摇头，说他也不知道。你去告诉兄长，让他注意赵从玉，这个毒10之8九是他给姐姐的。我顿了顿，低声道，也不要让赵从玉和姐姐见面了。管事应是而去。夫人，宁王进门来，我收了心思过去迎着他，他皱眉，手怎磨这磨凉。我扶着他坐下来，天气热了，想让人起冰放房间里。宁王顿了毒，没说话。怎么了？我问他。你可有事和我说？他问我。我鼻尖发酸，又气又觉得委屈，可我猜不到他知道后的反应，我担不起这个风险。我没事。宁王松了我的手，神色淡淡的喝着茶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过了一刻，他却叹了口气，放下茶盅，摸了摸我的头。我们是夫妻吗？不知为时磨，我的委屈在这一瞬被放大，忍不住哽咽起来。是，你说是就行。他将我拉进怀中，轻轻拍了拍，别怕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心头一跳，但宁王却没有再多说。2日过后，是我和姐姐的生辰，我收到了赵从玉的礼物和拜帖。我拒绝了他。查到了吗？我和兄长见面，他赵家没有把柄吗？我们要未雨绸缪，防止赵家拿这件事做文章。有，兄长道，只要他家敢说出去，
我和父亲就能立刻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点头，你先将母亲和小弟送去江南，我准备这几日就和王爷坦白。行。我和父亲以及兄长都觉得事情不能再瞒着了。无论王爷怎么处置我们，我们都认。但没想到过了2日后，赵从玉的父亲徇私枉法的事就被揪了出来，他获罪判刑，赵家人也举家迁离了京城。我们全家都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也太巧了。兄长咕哝着，不用我们出手了。我总觉得怪怪的，就端午节的时候说吧。哥哥和我道，你们回家来吃饭，我们全家一起向王爷道歉，求他原谅。母亲道，我见王爷对阿离不错，可能王爷不会追究。我也同意了。端午节那天，我回娘家送节，又在后院遇到了闵时宜。他拦着我说他后悔了，姐姐脾气暴躁，不如我稳重聪明。江离，我知道你和王爷还没圆房。闵时宜道，王爷本来要娶的也是江岩，你不如和你姐姐调换回来吧。只要换回来，一切的矛盾和危急都迎刃而解了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闵时宜，你不愿意和王爷圆房，不就是为我守着吗？闵时宜想上来拉我的手，眼里浓情蜜意。江离，别怕，只要换回来，你害怕的事就没有了。闵时宜，我捡地上的石头，胡乱地砸它。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吗？你将我江家当什么？将我们姐妹当什么？闵时宜的头被我砸破了，流了一脸的血。翠娟，去喊我哥哥和父亲来。我指着闵时宜，今天不让他给我姐妹道歉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喊什么父兄，我们姐妹今天就能整死他。姐姐跑过来，沿途抽了牵瓜藤的竹竿，照着闵时宜劈头盖脸的抽。考个状元就骨头轻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嘴脸，居然敢在我家撒野。今儿我要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江岩。姐姐追着闵时宜，闵时宜擦着一脸的血，被姐姐追得满院子跑。我散了气，扑哧笑出来，但一转身看到不远处的人，又笑不出来了。王爷，我低声道。我坐在宁王面前，小心翼翼地往他手里塞了杯凉茶。他不喝，一直绷着脸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低声道，要杀要剐，随您处置。我虽这么说，可还是挨着他坐，小心翼翼扯了扯他衣袖。他咯噔一声放了茶盅，刚才砸到闵时宜没有？啊，我点了点头，砸到了1次。他关注的点好奇怪。准头不行，下次我带你练。好啊。我点了点头，猜测他的心思。他还是绷着脸，莫嫁给他，你很难过吗？我摇头，没有，我庆幸呢，庆幸嫁的是王爷，不是他。他嘴角勾了勾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觉得他没有问责的意思，忙顺着杆子爬，握住了他的手。我喜欢王爷的。他嘴角扯了扯，又绷住了，收回了笑意。我没察觉你的喜欢。我问了你多少次，你有什么心事，你都不说。我没敢说。你不是说不怕我？他道。也不是怕，就是心虚。我看着他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们？他拍开我的手，但力道不重。我听说成亲前，你是喜欢闵时宜的。我心虚，低声道，也莫喜欢他，就是定亲后对未来的幻想而已。王爷不也喜欢姐姐吗？我嘀咕道，我还担心你心意错付，更恼羞成怒呢。他被我气笑了，我什么时候喜欢你姐姐了？你本来要娶的是她，对我好不就是对姐姐好吗？我小声道，我也不是多介意，那大家公平点，谁都不要提过去。他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，你什么时候听我喊过你江岩？
我摇头，他确实没换过名字。所以你从第一天就知道了。我看着他，那你不说？说了再把你换回去，好成全你和闵时宜。他反问我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问完，忽然想明白了，他是王爷，如果知道了错嫁的事，以他的身份肯定要做出个决断的。可将我姐妹换回去，他肯定不行，毕竟姐姐和闵时宜，但被我们全家戏耍，他能忍他的身份，也不许他忍。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当不知道，捏着鼻子认了。可这个方法得有个前提，就是他不反感娶的是我。所以你娶我还是娶姐姐都无所谓。我问他，你知道我是江离就欣然接受了。所以他一直不圆房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姐姐，可又不喜欢我，于是一直拖延着。我心里酸溜溜的，可一时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他朝我看过来，你认为我是娶谁都无所谓的人吗？我摇了摇头，那倒也不是。可是我还是想不通，那你的行为逻辑就说不通了。你既在乎娶的是谁，可知道错娶后又默不作声。除非他从一开始想娶的就是我。宁王忽然站起来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吃午饭。他起身往外走，跨过门槛下了台阶，我跟着他出去，等走了10几步，忽然想到什么。站住！我拦在他面前，他停下来。二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我牵着自己的衣服，我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他刚才走得很顺，我怀疑他看得见。我对他也突然生了质疑心。我是瞎子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，我看不到。我在他眼前挥着手，可他确实没有反应。真看不见，我道。他牵着我，走吧。姐姐和闵时宜回闵家了，我将宁王知道换亲的事告诉了家里人，父母和兄长要磕头告罪，宁王宽慰了一番，这事儿就接过去了。往后王妃就是姜颜，这件事我们一定守口如瓶。母亲道。回去后我依旧怀疑宁王骗我，他下午走的那几步太顺畅了。王爷，我去沐浴。他嗯了一声，坐在桌边喝茶，没什么反应。我洗完出来，有意穿着薄薄的一层纱，在他面前晃，他依旧没什么反应。我气不过，端着凳子坐他前面。王爷，我凑近了看他，你真看不见吗？他依旧没什么反应。我不信。我又褪了自己的外衣。他虽没表情，但耳尖和脸颊却肉眼可见的红了。又过了一刻，他竟流出鼻血来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。他起身快步进了净室。宋景一，你给我出来。我拍着门，把话说清楚。隔着一道门，他闷闷地道，你先将外衣穿上。我早穿好了，你当我傻吗？我怒道。他打开门，我们视线一碰，他又瞥去了别处。我冷笑，王爷眼睛装得好，可鼻子却拖了你的后腿。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。你还不承认？我也没想瞒你。他软声道，时机未到。我被气笑。他将我衣襟牵整齐，这下我们扯平了。我怎么觉得没有？我逆着他，上午在我家的话你都莫解释。他左右四顾，又去喝茶，就是不接茬。你既在乎娶的是谁，为什么看到盖头下是我时，你为什么又默不作声？他垂着头，拨弄着茶盅，嘀咕着，见过发财的人满大街的嚷嚷吗？什么？我看着他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忽然熄了灯，夫人，早些歇着吧。我不要。我推着他，我脾气很坏的，下午捡石头砸闵时宜你也看到了，我也能砸你。他稳住我，一时被夺了呼吸，我腿一软，只能由他抱住了。
过了许久，他在我耳边道：“先前天天暗示我，又买些泥鳅给我滋补。”他叹气：“可我又怕你只是委曲求全，不是真心想跟我。你不知我多辛苦。小骗子，现在我什么秘密你都知道了，我断不能放你离开的。”我捶着他，可根本撼不动他。宋景义屋。第二日醒来，看到的就是宁王的脸。我瞪他一眼：“夫人，我错了。”“错哪里了？”我问他。“错在不该食髓知味，累着你。”我被他气笑了。他抚着我手臂上的疤，皱了皱眉。我忙用衣服遮着，拉着他起来用早膳。从这天开始，我们没了隔阂，他就是一副原形毕露的样子。没有外人时，话很多悬黏人；有外人在时，又是一副什么都需要我帮忙，无法自理的样子。翠娟背着宁王，小声道：“王爷每次见到您，眼睛都发亮，得亏没别人，不然肯定能发现他是装瞎。毕竟哪个瞎了的人，能眼睛这么亮？”我哭笑不得。转眼入了7月，花房建好了，我和宁王每日都忙着试花弄草。宫中送请柬来，皇后突然说要为太子的第4个儿子办百日宴。别的皇子皇孙都办吗？我觉得这个宴会理由有些说不过去。没有，太子当年都没有办过百日宴。宁王淡淡的：“我们不去，家里的花花草草需要我们照顾。”我心中感动，抱着他笑道：“对啊对啊，我们的花花草草离不开我们。”这天我们真的在花房里品茗赏花，不过挂在墙上的画，从名家大作变成了我和他的桌笔。王爷，丽人终于回来了，但莫成亲。我问他为什么莫成亲，他尴尬地道：“王爷说得太急了，小人莫找到人成亲。”我掐了宁王一下：“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宁王握住了我的手，让丽人接着说。丽人道：“哦，忘记说了，宫里出事了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宁王轻描淡写的：“圣上喝了太子敬的茶中毒了，他说太子谋逆，要废了太子。”丽人道：“这会儿太子被关宗人府去了。”宁王没时么反应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们用这种口气聊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主仆二人。丽人讪讪然摸了摸鼻子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这天太子在宗人府里发脾气，打翻了油灯，灯燎着帐子，起了大火。太子被困在火里半刻钟，等救出来的时候，人已不行了，治了2天就去了。朝堂里闹得腥风血雨的，但和宁王府没什么关系。宁王参加了太子的葬礼就回家了，关着府门，天天在家陪我养花。9月的时候，敏时已身败名裂，姐姐和他办了和离，他闲了就来宁王府找我，说一个人在家闷，邀请我去外祖家玩几天。我想去。我靠在花房外晒太阳，宁王陪着王院正过来，我睁开眼看着他们。怎么了？谁病了吗？下官给娘娘请个平安脉。恭喜王爷，娘娘。娘娘这是喜脉，有2个月了。王院正笑着道。我一下子清醒了，难怪最近一直嗜睡，没想到是又孕了。才有孕是不是不能出去走动？宁王问王院正。是啊，王院正心思一贯剔透玲珑，多休息，多和孩子父亲在一起，这样有利于胎相稳固。宁王颔首，有劳了，改日请你喝茶。不敢。王院正笑眯眯地走了。我靠在椅子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宁王。王院正可真是个妙人，是个妙大夫。宁王蹲在我面前，摸了摸我的肚子。大夫的话，你要听。我戳了戳他的脸，瞪他。晚上梁妃送了生儿子秘籍来，又附带了七皇子的许多小衣服，让我压在枕头底下，包生儿子。宁王统统塞箱子里去了。
别听他的，生了儿子也不听娘的话，还是女儿好，乖巧。好啊，不听娘的话，就生女儿。他轻笑。宁王番外，母妃和皇后是堂姐妹，她们在娘家时就不和。嫁入太子府后，她们也是每天都在比。但以前母亲总是输的那一方，直到我出生，她才扬眉吐气。小的时候，为了母妃高兴，我无论做什么事也都会压太子一头。可长大后我就懂了，太子是太子，我若不觊觎皇位，与他为善才是正确的。后来我便收敛了，不再听母亲的。母亲不高兴，但她拿我没办法。几年后她对我失望，又想了法子，生了七弟。七弟出生后，我自在了很多，但太子却不想放过我，他给我下了毒。我虽没中毒，但也顺势装成眼盲。太子果然消停了，我也落得清静。年底那天，我和朋友去占河园吃饭，听到太子在隔壁发酒疯，还有女子压着惊恐的怒骂声。我本不想管，但还是泼了自己一身汤，假装路过那间房门外。那小姑娘14、15岁，生得娇滴滴的，明明很害怕，可还是倔强地和太子对峙着。我给她解了围，坐在车里目送她匆匆上了轿子，我才离开。丽人说那是江府的二小姐。江府双姝在京中很有名，姐姐泼辣，妹妹沉稳。姐姐常出门呼朋唤友，妹妹却不爱出门玩。我本也莫多想，可不巧父皇竟不问我意思，给我和江家大小姐赐了婚，二小姐则赐给了新科状元闵时宜。我悄悄查过，二小姐似乎对闵时宜有些情意，可闵时宜不是良配，她自诩风流雅士，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一身风流债。二小姐的性子，嫁过去定要吃亏的。我认为二小姐还是嫁给我比较合适。正当我筹谋时，江大小姐竟偷偷和闵时宜来往，于是我助了江大小姐一臂之力。但我又不放心，怕二小姐太喜欢闵时宜而伤心难过，将来嫁给我又怨我坏她姻缘，于是便去了2次江府。她好像也没有多喜欢闵时宜，多半是少女懵懂的心思，有些期待却还不知情为何物。这种情谊遇到更好的人，很快就会忘记的。于是我便开始按二小姐的喜欢准备喜房。成亲那天，江大小姐顺利进了闵家的花轿，二小姐则来了王府。揭开盖头的那一瞬，二小姐的表情让我心疼，被亲人背叛的感觉并不好受。可我不能说，不等那边木已成舟，闵时宜又不要脸面闹着要换回去怎么办？这事闹了，我可以训斥他们一顿，留下二小姐后就不追究了。但皇家的脸面不允许我不追究，所以我只能当不知道。二小姐很有意思，她大约是想早点圆房，怀上孩子，她竟给我滋补，是怕我身体不好吗？我舞了剑给她看，她果然看出来了，我身体很好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二小姐被人威胁了，那赵家的女子着实烦得很。我本以为二小姐会和我求救，但等了几天她都莫说，我没办法，只好主动出手了。赵家那女子一离开京城，二小姐心情果然好了很多，每天都给我笑脸。二小姐娇滴滴的，很喜欢花，那天在牡丹园看她那么高兴，我恨不得将天上的太阳也摘下来捧给她。二小姐也凶，打她姐姐，捡石头砸闵时宜的时候，虎着脸凶巴巴的，但她莫凶过我。那天看闵时宜被砸得头破血流，我心情极好。我就说，二小姐怎么会看上闵时宜那种人？我等不及了，于是故意被她发现。她从头说了，看她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袖子，我本就没有气，现在连装都装不下去。那天我们总算圆房了，等了这么多天，她每天煎熬，只是心里焦灼。
我却是身体和心理双重煎熬。不过他手臂上的那道疤很刺眼，我决定将太子给我下毒的仇报了，让了他这么些年，不想让了。二小姐很高兴，柔情小意地跟在我后面。她高兴，我就高兴，只要她高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至于太子之位，我问问二小姐的意思，她要是想做太子妃，那我就争取一下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